Hello，大家好，我係比特幣家伙。咁今日咧想講下數碼稀缺性呢樣嘢，同時亦都想講下呢一種稀缺性點解只可以被發現一次咧。首先咧講下實體嘅世界啦。咁咧好多時咧一啲價值或者價格好高嘅嘢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喎，就係咧佢有稀缺性啦。例如咧黃金啊、名畫啊、限量跑車啊、半山豪宅啊呢啲嘢，都係因為咧佢哋嘅供應有限，而且咧需求穩定，所以咧自然咧好值錢。咁喺呢個位咧，我哋要分清楚兩樣嘢。首先咧，有稀缺性唔一定係有價值。譬如咧，你同我就咁畫一幅畫出嚟，再加一個簽名，咁呢幅畫可能係世界上嘅唯一嘅一幅畫，但係佢唔代表一定係有價值。第二樣嘢咧就係冇稀缺性，亦都唔代表冇價值。譬如空氣咁樣，一般嚟講佢都係冇稀缺性嘅，因為空氣周圍都有嘅。咁但係唔代表佢冇價值，因為冇咗空氣咧，你會死嘅。咁換句説話講咧，有稀缺性就唔代表有價值，但係冇稀缺性咧就好難會成為到一啲可以儲存價值嘅東西啦。跟住咧，我哋就去到數碼世界啦。咁去到數碼世界嘅時候咧，規則咧完全好似唔同晒咁樣，因為數碼嘅資訊咧可以無限被複製，幾乎係唔需要成本嘅。一張相啦、一首歌啦、一個 PDF 啦，我哋只需要一個 click 咧就可以將佢哋複製1000份、10000份、1億份咁樣。咁呢一個特性令到喺數碼世界嘅資訊咧流通得好快。但係同時亦都令到數碼世界嘅嘢好難有稀缺性。喺數碼世界上面，你話你擁有一樣嘢，OK，你係擁有，但係唔代表其他人冇，因為你係冇可能去驗證到其他人係冇呢一個 copy 嘅。咁既然數碼世界上邊好難有稀缺性，咁自然價值就好難依附喺上面啦。跟住問題嚟啦，咁點解比特幣可以打破呢一個僵局嘅咧？就係因為比特幣可以將本來無限被複製嘅數碼資訊捆綁返喺現實世界嗰個物理成本上面，因為每一粒比特幣，甚至乎係每一粒聰啦，都係要透過 proof of work， 即係工作量證明，利用真實嘅電力、時間、硬件呢一啲資源去製造比特幣出嚟。如果你要改寫比特幣帳簿上面嘅歷史，基本上你就要有無限嘅資源。咁由於能源係唔可以被無中生有嘅，呢個係物理定律嚟嘅。咁所以我哋係冇可能就咁 copy 一粒比特幣出嚟嘅。再加埋佢運用到密碼學去保障擁有權啦，去中心化嘅共識啦，同埋固定供應嘅上限啦。呢啲嘢咧造就咗佢一次嘅歷史性突破，就係做到數碼嘅資產不能夠被複製，以致佢有稀缺性，所以價值就可以喺佢上面依附住。OK，我哋輕輕講咗數碼世界點解可以有稀缺性，咁跟住我哋講下呢一種稀缺性點解只可以被發現一次咧？首先咧，呢個世界係冇時光機嘅，咁所以歷史嘅地位咧係唔能夠被歷史重演嘅。例如你可以有第二部嘅智能電話，但係你唔可以再發明智能電話出嚟。又例如你可以複製一本聖經去修改佢，但係你修改唔到佢背後嘅歷史。第二樣嘢咧就係就算你 copy 到比特幣嗰啲曲，但係你 copy 唔到嗰個信任，因為你唔可以重建一個 organic 嘅共識嘅網絡。同埋博弈論話俾我哋聽，所有嘅參與者一旦有足夠嘅理性咧，就唔會咁輕易離開呢一個運作咗咁耐嘅系統。其他嘅模仿者係好難去建立到呢一種信任，就好似而家市面上超過1000萬隻嘅山寨幣咁樣。佢哋絕大部分背後咧都有一啲創投公司作為投資者，亦都有佢哋創辦團隊自己 hold 住一堆代幣，亦都有中央嘅團隊去管理。基本上呢啲嘢就係一啲公司仔咁樣。所以如果你仲等緊下一隻山寨幣係可以取代比特幣嘅話咧，咁我只能夠同你講一句，祝你好運啦。
今日嘅結論咧就係比特幣係第一次人類唔需要靠槍，唔需要靠權力，唔需要靠政府，用純粹嘅代碼、數學、能源同埋博弈論去 engineer 出一種金錢出嚟。你未必即刻需要去買比特幣，但係你應該開始要去了解佢，因為你而家就正處於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喺數碼世界入邊創造出真正嘅稀缺性嘅金錢系統入面。OK，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希望大家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歡迎留言理性討論，下次見，拜拜。